中国再一次成了被围剿的对象。而且这一次，他不是打关税，不是打芯片，不是制裁企业，而是直接掐住人民币的喉咙。中美贸易战走到今天，早就不再是征多少关税那么简单。从商品到科技，从地缘政治到金融秩序，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正走向一个更深层、更致命的战场——货币霸权。6月，上海陆家嘴论坛上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高调宣称，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，推动跨境支付体系建设。听上去是个大国崛起的梦，但梦是甜的，现实是冷的。有经济学家指出，中国这么做是害怕国际制裁来得太快。他说，现在的北京不担心贸易战，而是怕自己数字人民币还没铺开，金融战就全面爆发。一句话说破真相，中国不是想争霸，而是在防守。经济学家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现实的可怕，2024财年，美国光是支付债务利息就用了8820亿美元，已经超过整个国防开支8740亿美元。所以美国绝对不能让美元霸权出事。于是新的战略来了，稳定币。你可能从未听过稳定币，但这个加密世界里的新王者正成为美国金融帝国的新武器。根据英国 CXIO 加密交易所的数据，2024年稳定币交易量高达27.6万亿美元，远远超过 Visa 和万事达的总和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稳定币的80%都不是在美国本土发行的，却统统跟美元挂钩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每一次看似去美元的加密交易，其实都在帮美元扩张版图。这不是技术创新，这是金融侵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稳定币发行人把用户的钱换成美元后，去买了美国国债。美国财政部今年4月报告显示，稳定币发行人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超过1200亿美元，预计2028年将突破1万亿美元，可能超过中国和日本，成为美国国债最大买家。这才是真相。美国用稳定币把中国和日本挤出国债市场，还把全球散户的钱变成自己债务的垫脚石。而中国怎么办？还在想着推动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替代 SWIFT， 还在搞数字人民币试点。但根据 P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， CIPS 的月交易量才7000亿元人民币，和 CHIPS 的月交易额50万亿美元相比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更惨的是 ，CIPS 本质上还依赖 SWIFT 系统来传输信息，也就是说，一根美国的网线随时可以让你停摆。别以为这是拜登政府的温和政策。7月8日，在白宫内阁会议上，川普表示，如果我们失去了美元作为世界标准货币，就等于输掉了一场世界大战。他不只是说说而已。过去1个月内，川普先后对金砖国家放话，对巴西扬言50%关税，对印度加征惩罚性税率，还提出所有反美元国家都将被征收10%基础关税。最狠的还不是这些。据美媒披露，川普对30多个国家发送了盲盒式关税函，收到了才知道自己要交多少税，税率可能高达50%。这就是美元霸权的操作，你不服我，我就打贸易；你想去美元，我就断金融；你想用数字人民币，我用稳定币买下全世界的信任。中国的经济学家连平早在5月底就写道，金融制裁和反制措施将成为下一阶段中美竞争的核心。但现实可能比他们想的还要严峻。稳定币崛起之快之猛，已经让原本应对美元风险的人民币数字化变成笑话。更现实的是，连平设想的人民币加稀土加服务业开放组合拳根本不够打。美国早就布局稀土替代。2025年7月10日，
MP Materials 获得美国国防部4亿美元投资加 1.5 亿美元贷款，10年包买保利润，直接锁死中国稀土的垄断地位。美国芯片，中国换不到。美国服务业，中国刚开放，美国已经转向货币战场。货币比芯片更敏感，比贸易更致命。它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核心密码。而中国正站在这个战场的最边缘，又一次成为围猎目标。从2015年到2025年，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满10年，但这10年里，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，最高也只到过 2.9%， 远远低于美元的 58.4%。2024年 IMF 数据，甚至连欧元 20.1%， 日元 5.5%， 英镑 4.9% 都无法撼动美元的地位，更何况人民币。中国跨境支付系统 CIPS 规模在扩大，但仍然 90% 以上的交易依赖 SWIFT 系统。这个系统总部设在比利时，实际受美国财政部控制。一句话就能让你明白现实，人民币的命门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。数字人民币呢？据中国央行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数据，全国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活跃用户才刚突破3亿人次，但这些交易绝大部分仍局限于小额消费场景，跨境使用比重微乎其微。反观稳定币，已经悄悄渗透到了全球最边缘的交易角落。在津巴布韦、委内瑞拉这些货币崩溃的国家，普通商贩用 USDT 美元稳定币进行支付。在土耳其、阿根廷这些高通胀国家，年轻人将工资第一时间换成稳定币。在越南、菲律宾等外劳输出大国，稳定币甚至成为汇款神器，绕过高昂的银行费用，一键转账，零手续费。而这些交易背后，都是美元的全球信用在做背书。最令人惊心的是稳定币的买债能力。美国财政部2025年4月报告称，稳定币发行机构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超1200亿美元，并预计将在2028年突破1万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比中国在美国财政部披露的7560亿美元还要多，快接近日本目前的 1.1 万亿美元持仓，并且全是去中心化的，没有任何国家能控制它们。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就算中国不再买美国国债，美国也有新的资金来源。意味着美国的财政赤字不再依赖国家支持，而靠代码和市场解决。意味着美元的统治不再是靠军舰、靠石油、靠谈判，而是靠数据、靠算法、靠稳定币。而中国在这场去中心化的战争中，甚至没有技术话语权。别说 Facebook 当年推 Libra， 光是目前在美注册的稳定币项目，就有 Circle、Paxos、Tether、Gemini 等10余家。而中国的蚂蚁、京东，即便获得香港8月1日的稳定币发行许可，也只是跟在后面模仿而已。你拿什么挑战？人民币还在政策试点，人家已经吞并世界。中国人民币想挑战美元，还有3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。第一，信誉危机。人民币在全球的流通信用不高，不是因为汇率波动，而是因为政策不可预期。一会儿收紧资本管制，一会儿放开结社会限制，一会儿打击蚂蚁金服数字货币，一会儿又鼓励发展 CIPS， 外资根本摸不清方向，自然不敢重仓。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年外资净流出达 1.4 万亿元人民币，创下近10年新高。你连钱都留不住，还谈什么国际货币？第二，资本管制壁垒。人民币要国际化，前提是资本账户开放。但现实是，中国的资本账户仍然存在大量隐性封锁。大额资金跨境转移必须层层审批，
境外资金进来要备案，要报税，要检查背景，连中国人自己都在拼命把钱换成美元搬到海外。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人数同比增长 79%， 怎么指望外国人相信人民币？第三，技术话语权缺失。 CIPS 系统规模还小，数字人民币功能单一，更没有开放 API 智能合约接口、全球节点部署，连基本的合规沙盒都没建立完整，怎么和 Tether、Circle 这些世界级金融科技公司竞争？再看看美国 ，Circle 宣布2025年底前将在45个国家部署节点。美国国会通过稳定币法案，建立合规框架。财政部长亲自发声，鼓励稳定币成为美元霸权的新支柱。而中国的监管机构还在研究数字货币要不要实名制，跨境交易要不要设限。你拿什么赢？2025年7月30日，全球货币战已然开打，川普一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元霸权，而中国还在为是否开放数字人民币支付权限而犹豫。稳定币已经在阿根廷的街头摊贩之间自由流通，人民币却还在试点范围内限额支付。全球的趋势不是人民币在崛起，而是美元在变身，从印钞票的霸主变成了加密宇宙的主宰。而中国依旧停留在对美元霸权的幻想、模仿和追赶。正如一位国际货币史专家所说，人民币要成为世界货币，不是靠国家意志，而是靠全球信任。而信任恰恰是今天的中国最缺的。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。中国不是没出招，而是每一招都慢了、虚了、弱了。而美国已经用稳定币在虚拟世界布下天罗地网，甚至不再需要军队、贸易协定或外交手腕就能控制全球的交易和债务。这不是美元衰退的开始，而是它进化的开始。而中国要么承认被排除在这个新版游戏之外，要么只能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围猎。